到10点，我是王丽珍。今天很高兴的邀请义全语文学校校长宋玉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宋老师你好。丽珍你好，958的听众大家好。上一次听说你们的这个成语识字班在假期的时候举行，获得这个家长跟同学们的这个热烈支持，现在又要举行这个课程了。对的，我们这个课程自推出以来啊，深受这个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因为我们的这些教学啊非常有效果的，孩子们在1个月的假期里的学习呢，就能看到很大的成效。其实作为成人呢，虽然我们经常使用这个华文华语，但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成语不够用。对，其实我们一个人就是说，讲话有没有水准呢？通常人家看你的词汇是不是丰富，如果能够非常得当的去用恰如其分的用一些成语的话，会觉得我们说话非常精彩，写文章也是更加精彩。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家长会想到说，成语啊好像就是很有文化，对，所以会不会觉得金色很困难？让小朋友像小1到小6的这个小学生来学习的话，会不会觉得很枯燥乏味呢？其实成语呢，它有一种误区，确实给人感觉说，成语很深奥，或者说成语有很多典故啊，是很难理解的。其实不然，我们现在成语啊，其实大概有多少条呢？我们就是说，一共有大概我们中国的这个成语词典中啊，有收录32000多条成语啊。还好考试没有用非常非常多，600条而已。600条，如果现在的教育部规定是没有这么多的，我给大家一个数字。那么在教育部规定，小学生啊，就是小6的学生，在完成小学的学业时候，仅学60条成语。一直张大眼睛。那么，而且啊，这个 O level，完成 O level 的学业的时候，也仅就掌握了250条。所以说，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够的。我们想脱口就出成语，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应该这个数字。那么这个成语其实是一些那个约定俗成的一些固定词组。那么就是说，大家其实长期以来啊，经常用，那么最后就收录到这个成语当中了，而且大家也都觉得浅显易懂的，并不像有些我们通常所讲的成语这么难。而且我们这一套教学也恰恰就是针对这一点，让成语觉得学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我们把这个成语啊，我们收录了800条成语，这800条成语当中呢，包括了刚才我们讲的小6必学的60条和 O level 必学的250条，全部收录在我们的这个课文当中。而且呢，我又选择了就是说一些非常常用的成语，那么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这个编写方式，2条成语之间呢，我们是以接龙的形式，比如说金玉良言。那下一条成语就是言过其实，是这样的，非常容易。那么在双句成语的时候呢，我们又是写在韵上的，整个成语呢是一篇韵文，而且我又把它配上非常欢快好听的音乐，就变成了一篇成语配乐成语韵文，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无论是大人小孩，那么都会说记忆非常快的。如果你的孩子来学呢，成人也会有收益的。那么成人学也是不像我们平常想象的我们记忆的那么困难。我们知道成语呢，通常它后面有一个历史故事嘛。对。比如说像三顾茅庐，这跟这个刘备、诸葛亮是有关系的。可是这么小的小朋友，他能够理解成语的精髓吗？毕竟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家长或者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想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学成语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啊，成语学习就是学它的典故啊，比如说刻舟求剑啊、郑人买履啊、画蛇添足啊、画龙点睛啊，这些都是非常出名的成语典故。所以很多人的印象中，成语都有典故。学成语的时候，我们要先学典故，典故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的故事很动听、很生动，所以说孩子就能够学到成语。其实不然，你看在我编写这套教材的时候啊，我收录了800条成语，我真正能找到典故的仅有150条典故。
而且我们收录在这个教材当中的，就是可以解释让孩子来读的这种典故，只收录了50多条啊，就是会给孩子太多的这种50多条，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这50多条典故我们是可以读懂的。那么其他呢，大概接近100条，我们是没有办法读懂的，因为它太深奥，就是它的意思跟现在的成语的意思可能根本就没有关系，或者是说很古很以前的这个人很多人的名字啊、朝代啊是非常难的，我们现代人很难去理解的啊，存在这个。所以说学成语不仅是学典故，实际上大部分成语啊，它在字面上的意思都是非常简单的。通常我们成语的意思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你看狐假虎威啊，大家就很容易去理解鬼使神差啊、炉火纯青啊，你看同心协力啊，我们随便这样看这几条成语，哎，你在字面上大概可以猜出它的意思。其实，但是最难的难点，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是你能否熟记这成语本身的这个4个字。把这条成语本身你熟记了，当你说话的时候才能脱口而出，当你写文章的时候才能自由的去应用。其实这个是难点。如果我们只知道，哎，我听过一个成语典故是这样的意思，可是这个成语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当用的时候，对，再去寻找。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反方向的来学习。首先，我们就很容易的背诵和记忆了几百条成语。那么再深入的去理解，我们这一套教材呢，主要是说我们通过这800条成语，这个韵文式的成语，那么孩子第一识字，第二，那么就是说他们通过识字之后呢，我们把里面的字迁移出来，组成常用的词汇，接下来再让他们去阅读文章。我们这套教材中收录了6万字的阅读材料。这6万字的阅读材料非常丰富，那本身一部分有成语的典故，那么还有这个儿童的经典故事啊、童话呀，甚至谚语呀、歇后语呀、科学常识啊，把这些非常经典的东西收录进来，就是说让孩子，就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学生，他再不喜欢读华文书的话，他学了这个课程，他至少有6万字的阅读量了。厉害，6万字我都可以去上。您这太谦虚。其实6万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通常我们在中国的学生、小学生，他们都要求有100万字的阅读量。所以说这6万字呢，在我们新加坡来讲，不少也不多。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数字。当我设定这套教材的时候，就是以这样一个原则来设置的。我们这套教材除了学成语，除了这个阅读，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成语的应用。这个很重要。哎，这个很重要。对，记得牢。对，我们通常对于年龄小的小朋友呢，不强求他们去马上理解他的意思，但是他们对记忆成语非常快。我们这个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孩子的年龄越小，记忆力最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就会减退，就是我们的记忆力不如孩子，可以这么说，对。但是我们的理解力很强。当我们要记一个成语的时候，或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靠它的理解，想象它的意思，想到它的功用，想到它的形，通过各种手法和角度去记忆。可是孩子就很单纯，他们读几遍自然就记住了。那这些成语当中，其实在我的这个教材中啊，就是我用星号来表示了。1颗星呢，就代表说是 O level 必读的成语；2颗星的呢，就是小6必考的成语。这样其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也能够很容易的抓住重点。毕竟我们还要应付学校的考试。在这个成语的练习当中啊，也是配备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练习。比如说成语的接龙。接龙最好玩了。接龙最好玩。我们这个广播机构经常是有这个接龙游戏的。所以这个是高水准的，这个是高水准的一个练习。但其实小朋友如果能够学会的话，其实也是充满乐趣的。他要掌握大量的成语之后，所以说我们这个学习只是学那200多条或300多条，真的是微乎其微的，根本当你用的时候，你觉得非常词汇非常贫乏。
没有办法就是说的能够得心应手的去手到擒来的，我就要用什么，我马上就有这个恰当的词汇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一个大量的积累，那么在这里就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去做这样的游戏，非常好玩。另外一点，比如说一条成语，我们说让小朋友来，让学生来填空。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说身体的名称，你看这个好玩吗？这个练习，比如说眼睛，眼睛来填成语，那什么有眼无珠，可以吗？明目张胆。哎，对呀，非常好。那就用嘴巴、用手都可以的，就是我们用身体的器官。另外，我们可以用动物的名称用鸡呀，对，小朋友最喜欢用这条成语。用鸡呀，用鸭呀，用狗真的是都可以，就是都是非常，或者是说用数字，用个十百千万，用1、2、3、4、5来填成语，都是我们举一反三的，从不同的角度，让学生能够非常熟练的掌握这些成语，能够自由的去应用。我在跟宋老师讲话的时候，旁边几位小朋友就张大眼睛，好像都知道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一知半解什么明目张胆他们有点按耐不住了，都很清楚嘞。其实大家还不知道，我们播音室里还有3位的小朋友。待会儿会请3位小朋友开声，看他们学习这个成语之后的一些成果跟心得哈。那我们这个课程是在11月17号开始，是在一全语文学校，我们的电话是68460600。没错。那么稍后呢会告诉您更多这个成语阅读课程的详细内容，包括这个日期、地点等等哈。那么您可以把这个电话记起来，68460600。我们稍息一会儿，待会儿请小朋友还有宋老师呢给我们示范一下成语识字阅读课程的一些心得跟成果，请继续锁定958城市频道。10点先听，小小的小朋友也能够熟读几百条的成语啊。那么成语识字阅读课程就快要开课了，上课日期是11月17号到12月26号，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个星期呢都有新的课程，适合不同这个家长的这个时间听着您的时间。那么您也可以预约来进行这个免费的试课，这是由玉泉语文学校和958城市频道联合举办的成语识字阅读课程。在直播室里头呢，有3位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刚才我们在听这个方言新闻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在台上秀一下哈。那我请校长宋玉红老师给我们介绍今天在直播室的3位小朋友好吗？好，今天我们来到是958直播室的小朋友有麦宇飞小朋友，问大家好。大家好。还有李孙小朋友。大家好。何小媛小朋友。大家好。小人你怎么走到旁边去了？要对着这个麦克风的正面，跟其他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让他们听声音哈。OK， 好，3位小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你们告诉李张阿姨几岁了？6岁。6岁了哈，6岁，他们都是K初的小朋友，还没有进入小学，对，就已经有成果了。他们现在是K初，明年1月就上小1了。你们现在哪里读书啊？你们在哪里读书？一全语文学校。大一点声音来。一全双。有人讲英语，有人讲用华语来讲，一全双语学园。一全双语学园。这叫七嘴八舌，小朋友。他们都懂，他们会笑，他们了解七嘴八舌。对，我们这些小朋友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800条成语的学习。比我还厉害哦，600条。你们要不要教丽珍阿姨这个怎么念？我现在准备了武器哦，我手上有很多条成语现在我要给小朋友看，来这个怎么念呢？声名狼藉。好恐怖怎么这么厉害呢？举棋不定。吓死我了，这是什么？我行我素。哇，宋老师把他们教成这个成语的天才
就是说我现在请小朋友来，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啊，说我们这个成语的整篇呢是一篇韵文，读起来朗朗上口。那我想我们就让小朋友给我们读一段，让听众朋友大概有一个印象，哎，为什么怎样朗朗上口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是很顺的，我们用这个就是说比较术语来讲呢，这是一篇韵语的填韵的那种方式来学习，那么小朋友也觉得很有趣，对，像唱歌一样。好，现在我请小朋友来一起读给大家听，好不好？来，小朋友看宋老师这边来，我们一起读，张大嘴巴，很好听的声音。一鸣惊人，1、2、3。一鸣惊人，人杰地灵。3心2意，一呼百应。四面楚歌，歌舞升平。两袖清风，风平浪静。怡然自得，得意忘形。不自量力，立竿见影。东窗事发，发人深省。画龙点睛，精益求精。哎，他们都不可以参加我们958的接龙比赛，太厉害了，肯定是冠军人选。我想大家听出来了，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讲的是很顺口的，很顺口，很上口了，很容易这个背诵和记忆。听起来其实好多家长去报名的时候啊，他们有听到958的预告之后，他们自己已经能背上几句我们的这篇韵文了。那我想问宋老师啊，像现场这几位 K2 的小朋友啊，他们都会背那么多条成语，是在几节课里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成绩？哦，这个我们每一节课就已经学12条了。哦。刚才他们其实才读了16条。实际上他们，如果你不让他们停下来的，他们会连续的背诵几百条。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给他强度每一天在背。刚才我说了，其实小朋友就是记忆这么厉害。对，另外我们这个特别的编排，所以说也非常有效果。那么刚才在上一段我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学了这个成语之后，这个课程主要的目的是让孩子能够读书。就是我们很多小朋友的问题是不认字、不会读书。其实我们在对于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如果他还没有解决阅读的时候，我们学成语的目的，主要就是让他们识字和阅读。那看我们的小朋友现在，他们仅仅是刚刚过6岁的生日，还没有进入小学的学习，他们的阅读程度，你看是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平均的阅读水准呢，至少是小2以上。那么好一点对，K2至少是小2以上的阅读水平。那么好的高水准呢，肯定至少小4以上。那我今天带来了2种课本，因为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概念，就是说到底他读了这个多难的故事，可是我们本地什么水准呢？我带来一种就是新加坡的小学的4年级华文书。小学4年级的高级华文书，让我们的小朋友来读。哎，另外呢，我就是带了一本是中国的2年级的华文教材。你知道中国2年级其实可能会比我们4年级的更高，很多朋友都知道。那我们让孩子现场读一下，就是给听众朋友看一下，哦，我们的孩子认了字，原来就能达到这样的阅读水平。好，那能念他就会有兴趣。来，哪位小朋友试试看？来，麦宇飞小朋友先念好不好？你站起来，大一点声音。那么，问大家好，你读的是什么呢？来，你读的是什么文章？有捧花盆的孩子。从前有个国王，年纪很老了，他想挑选一个孩子当未来的国王。这一天，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孩子都聚集到王宫。国王给每个孩子发了一粒花籽，让他们自己种在他们自己的花盆里。3个月过后，国王将根据种花的成绩来挑选未来的国王。3个月过去了，孩子们一起来到国王面前，他们一个个都捧着一盆花，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都很美丽。可是国王看着这些孩子，却皱起了眉头，一句话也不
觉得很伤心。国王走过去，问他：“孩子，你怎么捧着个空花盆呀？”孩子哭起来了，说：“我把花籽种在花盆里，每天用心浇水，可是花籽怎么也不发芽，我只好捧着空花盆来了。”好，因为还有小朋友，我们给其他小朋友机会，所以我们就读到这儿。谢谢你，谢谢范宇飞小朋友。来，下一个是李森小朋友，来。孙也要念。哎，孙小朋友，这个未来这个国王人选为什么捧这个？你的爱已经进了入神了。结果我们下期公布。好，李森小朋友来，他读的是这个小学高级华文4年级的教材啊。来，大一点声音啊！这么小的小朋友拿着那么厚的一本书。永远不满。有一个师傅收了很多徒弟，其中一个认为自己什么武功都学会了，就不认真学习了。师傅知道后对他说：“请你把厨房里的大木床提出来，装满石头。”徒弟按照师傅的吩咐去做。师傅问他装满了吗？他自信地说：“装满了。”翻一翻，再念。师傅听了说：“你能不能再往桶里装一些沙子？”徒弟又把一些沙子倒入桶里，沙子都滑了进去。他对师傅说：“这次是真的装满了。”师傅一言不发，从井里打了一些水倒进碗里，对他说：“你把这碗水倒进桶里吧。”徒弟又把水倒入桶里，水很快就流了进去。校长宋云红小姐还有3位小朋友到直播室来，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呢，背诵诗文的那个情景啊，真是觉得很有童趣。好了，最后一位小朋友小袁，你是不是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在这个成语识字阅读课程里面所学习到的东西呢？小袁，好，小袁站起来啦。小袁今天读的也是小学高级华文4年级的课本。小袁今年才6岁。对，他们都是6岁，他们都是 K2 的小朋友，明年将会上小学1年级。我真是太惭愧了。来，请说。小袁大一点声音。父亲多教导。王羲之微笑着点了点头，指着院子里的18口大水缸说：“你把缸里的水用完了再说吧。”从那天起，王献之就用缸里的水磨墨写字，经过不对谱页，他的字写得越来越好了。大家听了好像无厘头，你知道为什么吗？书法家这个练字的，我们小朋友，所以小朋友是最不会做戏的。他刚才广告时间他已经读到那儿了，现在你开了麦克风，他接着读，我自己也是没有听懂为什么我才发现他是接着读，接着他自己本身读的。所以他识字的结果就是他无论怎么样，他只要拿起一篇文章，他所学过的字，他认得的，他能够念出来。他们都可以专心致志的就接着读。你看刚才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我乍一听我也是觉得好奇怪。他刚才自己已经开始读这篇文章，那读到一半，我们让他读，他还是继续读他的这个文章。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啊，他们都可以读报纸的，他们的水准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报纸当然现在不可以读到100%，可是大部分他们都可以读懂的。真够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让我大开眼界，所以叹为观止。为什么说？那你看我们今天呢，其实我带来了150条这个字卡呀，本来是想让丽珍呢现场就来考我们的小朋友。我已经考了3条了，都把我吓坏了。您随便可以抽
抽，随便抽。那么其实在就是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小朋友看他们对成语的理解能力，很多家长的疑问是说，哎，那孩子学了成语，到底他懂吗？他会用吗？其实我就想说，现场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他们是真真切切的，不仅是会应用，他们还会理解，还懂，甚至。我们的小朋友可能说成语的意思要考虑甄阿姨哦。真的是的。今天吧。下周。那我要好好的准备磨刀。那听众朋友，如果下星期想要就是测试一下小朋友的水平的话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也让你来切磋一下哈。想学成语、学认字、学阅读、学写作呢，就不要错过这次的成语识字阅读课程了。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呢，最小的年龄我们是开放给5岁的小朋友，那么呢，一直到中学的学生都适合的。但是家长也不要担心，5岁的小朋友、5岁、6岁、7岁的小朋友，他们将是在一个班来学习的，不会是和中学的学生在一起。我们有不同的课程，对，我们开课的时间段呢是从11月17号。是第一个这个开课的日期，第二个开课日期呢是在11月24号，第3个开课日期是在12月1号。所以无论您出国还是你有是活动，对，都可以安排的。连续18天的课程，星期1到星期5，每天1个半小时的学习。那么将会学到200条成语和阅读，甚至对成语的理解和应用，真的是进入在这个有趣的成语故事当中啊。对。好，您把这个玉泉语文学院的这个电话号码呢特别记下来，那是6846060068460600。我们将会在这个 Middle Road 和 Tampines 2个学校呢来开办这个课程。请家长朋友也可以拨电呢预约这个免费的试课。我们在本周6和星期天周末的时间呢，我们都会开放给免费试课，去我们的学校，就是实地的去参与这个教学，去感受教学。你们就一定会发现，我们这个教学原来是如此的活泼有趣的，孩子们进了课室，他们就会非常喜欢。我们的电话是68460600，68460600。星期天呢也有人办公的，所以对，放心。是的。成语识字阅读课程是由958城市频道和一泉语文学校联合主办的。今天非常谢谢宋老师上节目给我们讲解，也谢谢3位小朋友，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丽珍，谢谢丽珍阿姨，还有谢谢。